Hello，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川哈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有一个网友点菜了哈，今天又来回应网友点菜，让我聊一下这个我家隔壁，不是我家隔壁，就是我隔壁的死东记哈。那么我个人呢，就是自称死东记的异父异母的兄弟哈。那我们首先就来介绍一下死东记这个频道哈。那么死东记呢，原名叫做时光磊哈，然后呢，父母呢应该是一个小职员，然后呢在美国留学，然后学的呢是数学专业哈。当时呢他说是要考经济学专业，然后呢美国那个老师就跟他说，中国很多的学生，尤其是那些水平特别高的，什么清华北大啊，什么各个名校啊，985、211啊，他们都是过来考经济学系的哈，要么考经济，要么考管理。然后呢，你进去呢就比较困难。他的老师就建议，你去学数学啊，你学了数学之后呢，你就业的时候呢也能做经济的事情。而且呢，因为学的人特别少，竞争就没那么激烈哈。所以呢，时光磊就听了他的这个老师的建议，然后呢去考了这个数学系哈。个人觉得呢，他的选择呢是非常非常聪明而且正确的哈。然后呢，他老婆呢是跟他同一个学校的，然后在学校里面认识的，然后是一个博士，然后学的专业呢是什么专业呢？就是英美文学专业的博士哈，就实在是家里有钱没地方花，然后让女儿去学这个英美文学博士，就业非常的困难。然后呢，死东记呢，他曾经也加入过像什么中国民主联盟啊，就是那些相对来讲在海外的一些反对中国共产党，然后追求中国民主的这么一些政党哈。所以呢，死东记的早年呢，其实和刘大胜是比较接近的。那么死东记呢，在国内和国外呢，其实都有找过工作，但是呢，工作都不是特别的顺利啊。所以呢，他一开始录视频的时候呢，恰恰是处于正在失业的时期哈。他老婆在读博士，然后呢，看着老公坐在家里面，天天坐在家里面光吃不干，啥也不做，然后对着个电脑吭哧吭哧在那讲话，你在搞什么？然后呢，死东记就说，那要不然我们就一起开始搞视频吧。然后呢，就和老婆一起联袂出镜，没想到一炮而红，一发不可收拾。所以呢，在2019年的时候呢，其实有一些就是他们这种反贼阵营专门评价的这种，就是他们那些见证圈里面排名前5的大 V 当中呢，就有一个是死东记哈。那么死东记的视频呢，你要看它单个视频的话呢，它的播放量呢其实不如那其他4个哈。那其他4个包括什么文昭啊、江峰那几个哈，但是呢，你顶不住就是死东记的产量足够大哈。那么现在呢，我去翻了一下死东记的视频，现在它已经做到了5091期哈。就是现在这些做自媒体的很喜欢给自己打上一个编号，就是看自己到底做了多少哈。那么死东记这么几年来做了将近5100个视频，然后跟他对比，我大川做2个系列，一个波澜群书系列，一个不吐不快系列，2个加起来700多个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为什么死东记呢会排名前5，成为前5大的大 V 哈。所以呢，把这些死东记的这些基本情报给你介绍一下之后，我们再回到今天的正题，就是为什么死东记它会右转，它会跳到了就是小粉红或者自冠武这一边哈。这个事情呢，其实呢可以有很多的解释哈。我之前在讲王志安的视频的时候呢，我讲过一嘴，不要讲那些太复杂的东西，还是套用小岛大浪吹讲的东西，就是当一个博主他通过视频达到财富自由之后呢，他的观点呢，他就必然不会和他的观众一样，也就是说价值观会开始产生巨变了。你要知道，我个人对于就是这个网上看视频，包括这个社会上的分类呢，其实我分4种哈。就首先第一种呢，就是小粉红。小粉红呢是什么？叫做初次爱国，爱国处男，应该怎么讲呢？就是小时候看的教科书上怎么写，然后他就信以为真，然后呢，真的就觉得中国就了不起了，中国世界第一啊，这样的就是初次的爱国处男这样的比例呢，其实是最多的哈。你不要说去批判什么小粉红，什么塔利班呐，还有包括就美国的那些爱国的那些比较无脑的那些啊，基本上都这一类人哈。那么这一类人呢，可能占到人群的80%哈，但是他的阶层是最低的哈。然后呢，再上来一点，就从小粉红上去一点点呢，开始了，就有人开始说我独立思考，我这个思维呢和你们只看教科书这帮人就不一样，我就想到了，我要去接触一下海外的情报啊，我要做一下这个比较科学，一比较之后，不对了啊，你看我就能独立思考了，你们就不行了，你们就是被中共洗脑的一帮人哈，然后呢，我呢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哈，那么这一部分人呢，我们叫做小反贼吧。然后呢，从小反贼往上呢，就是有一些人呢，除了知道了反贼这么一个想法，就是知道这种对比之外呢，他还把他的思想进行了文学渲染。
然后呢把这个东西讲得非常的就是能够鼓动人心，然后呢让其他人跟着他一起去走这种独立思考的路径哈。那么这种人呢，我们就叫做公知哈。这个其实呢就是从小左派呢变成了一个大左派哈。你就像什么文昭啊、陈破空啊这些，就是有着浓浓的知识分子气息，但是呢一看就是不干实事的这帮人呢，基本上都是这个套路哈，就是五体不勤、四骨不分的这帮人哈，摇这个扇子挨大井，人吃不乱袁腾飞啊，这些都是这样，没有接触过社会，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打，一直都是在温室的花朵里面长大，从学校里面进到学校的这帮人呢，我们就叫公知哈。然后呢，他们的文笔非常的好，然后煽动性很强，然后讲起来呢，就能煽动很多这个就是自以为自己独立思考的这帮人，跟着他们一起起哄啊。但是公知网上还有一层。那叫什么呢？那就是脚踏实地的，真的干过实事的，他知道这些文学上面的东西的，但是呢，他还是选择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这帮人呢，这个叫做自干五哈。所以呢，你就会发现，从小右到小左，然后到大左到大右，实际上人的阶层呢是分这4个阶层的，文艺是不如实干。然后直播呢必须带货，你光做直播你怎么赚钱呢？你赚的都是小钱呢，你想不想赚大钱呢？你想赚大钱，你都那么有名了，为什么你不去搞定个供应链呢？你为什么不带货呢？你就看优管上面带货的实在太少，所以其实真正的现实逻辑呢，就是带货的网红呢，永远比你仅仅讲道理，然后仅仅讲理想的这些网红呢，要赚钱赚得多哈。我们就举个例子吧，就是如果说你不了解文艺和真正的实业之间的这个区别的话，我们就以尾田荣一郎作为例子。他可以说是全日本知识分子的一个理想状态，就是说他做这个 One Piece， 做这个海贼王，通过这种文学上的创作，外加这种艺术上的表达哈，然后呢，他可以做到年收入将近3亿日元这个水平哈，是不是就应该说他应该是个人主义的巅峰？他是不是就可以证明你只要追求自由，只要追求个人的理想，你就可以赚到那么多钱呢？这个话还不能这么讲，为什么？因为尾田荣一郎的版税是10%哈，也就是说他的3亿呢是30亿当中的10%，帮他印刷啊，帮他这个推广啊，什么编辑啊，什么乱七八糟这一堆的所有的这些工资，还有包括他的固定支出，然后这些东西全部加一起27个亿啊。虽然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赚的比尾田荣一郎更多，但是这个27个亿呢，确实是被整个群体拿去瓜分了啊。你看着优管上面的大逼赚钱，你觉得他们财富自由了，他们都是个人主义了，他们英雄的不得了。那你想想看，到底大头是被谁拿走了？优管上面做视频，大头肯定是优管啊，对吧？你怎么会想着大头会是在那些网红身上呢？所以真正的文艺，它的本质就是说呢，这个社会是一个群体剥削个人的社会，但是呢，我们需要有一些人出来骗人，告诉你个人可以剥削群体，一个人能打1000个，然后呢，你们就跟着我来，这就是文艺的真正逻辑哈。当你明白社会的道理是这个样子的时候，你的收入越高，你就越容易接近到这个社会真理。然后当他的收入开始越深的时候呢，他这个右派倾向呢会越来越强烈。一个穿着 LV 衬衫，然后住着这个拉斯维加斯300平米大房子的一个博主哈，你认为他的价值观能和你这些小反贼是一样的吗？我都不是炫富，只是说LV 衬衫我觉得买起来根本就不贵啊，就是普通衬衫的价格。所以呢，从这个阶层的角度来看呢，你像马前卒呢，就活到现在来讲，就因为他的收入上不去，所以他到现在为止都还是小反贼那个水平。然后呢，天天想着，我拿5万块钱就能够什么给怼掉那个以岭药业，那以岭药业那些公关都在笑，你知道5万块钱，他就老觉得，我要和资本家就搞出距离啊，我就要打倒资本家，一天到晚我要搞死他们的股票。所以呢，如果说马前卒他赚钱赚到这种程度，开的都是名牌车，穿的都是 LV 衬衫，然后住的都是300平米大房子，他还有可能会做这样的节目吗？所以呢，当冬季一旦开始右倾的话呢，他相对来讲就会对共产党比较宽容一点。就是共产党说到底是一个原教旨主义左派的一个右派保守政党，所以呢，它的本质是右派保守的。
他讲的就是精英主义的那套东西，他和共和党的主张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。他和国民党和民进党这些就是右派政党其实是没什么特别大区别，但是他的原教旨主义呢是左派的，所以呢，共产党的精英权威主义啊，在外国的这些就是所谓的这种精英阶层里面，实际上是很吃香的。只是说那些精英阶层现在因为政治正确，他不能够嘴上明说我支持共产党的精英主义，但是实际上呢，他做的东西呢和共产党是一样的。你就比如说啊，就在日本来讲，就是最右倾的报纸，实际上是现在卖的最好的报纸。一个是产经，一个是日经，就是产业经济新闻和日本经济新闻这两个报社全部都是极右，它右的不行，它就是右倾保守主义。但是这两个报纸你买回来看，上面写中国的篇幅是最多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中国的经济最好啊。就真正的右派，如果说他真的有那种逻辑思维的能力，然后他真的对收集数据有兴趣，真的要做深度报道的话，写出来的东西不可能是那种就是非常文艺性的，然后呢就是说哎呀善恶分明的，然后呢说什么我们要反对坏蛋的这种写法，右派写不出这种东西。所以右派的最大特点就是说他没有那种情感倾向，也没有那种价值判断，讲的就是经济，然后呢赚钱不赚钱。你如果天天看右派精英的东西，看的日经产经，你还会像那些小反贼公知那样有同样的想法吗？我觉得是不会的啊。你要看看啊，我就讲这史东记他现在他的情报源是什么东西啊？你看他现在做视频，他会说他是从哪里看来的？以前史东记的情报源来自什么？4000洗脚师傅啊！现在史东记看的是什么？华尔街日报、金融时报、纽约时报，什么赵燕青、弗里德曼，他看的都这些玩意儿。就是说史东记看的这个东西的档次呢，和郭正亮是一样的。当然了，他史东记应该不是看英文原文，他英文不够好，我估计他应该是看的这个中文版。但是即便是他看中文版，就真的是右派精英会看的那些东西啊。但是你反过来你去对比什么陈破公啊，什么文昭啊，他们的数据来源是哪里？哎，什么微博，什么就是中国的经济报道，他们从来不看外国人对中国的经济的这种客观评价。因为他们看了之后觉得没劲，因为觉得他们是搞情感煽动的嘛，他们看数据之后马上就没劲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只能靠热情去做这个视频呢。所以呢，之前我也讲了嘛，就是说你要看有价值的情报。为什么大家喜欢看郭正亮呢？因为郭正亮看的就是那种正正经经的外刊嘛，然后正正经经的他是付费订阅的呀。然后什么经济学人什么东西，他给你看一下，你免费能看到经济学人，那还不是赚到了吗？非得一个劲的啊 ，Google 上面找免费的，你这不是？当你的知识结构提升了，当你的收入提升了，当你开始阅读外国真正右派的期刊，然后呢，你就会发现你的立场是很难不转变的。所以呢，透过现象看本质啊，就是史东记的跳反这个东西呢。表面上看起来呢，只是说他的政治观点有了变化，但实际上一个真正的关键问题呢，就是人的能力和经验的增长呢，最终呢必然会把他带到右派。所有的右派呢，其实他以前呢都有可能是公知或者是那个小反贼。所以呢，最后呢还是做一下我个人的一种文艺感慨吧，就是最近看的书里面说这个麦当劳之父克雷格嘛，他就说没有成熟呢才会带来成长。当你成熟之后呢，你就必然会腐败啊。就像我们这批80后，人到40。终于也活成了我们自己讨厌的那个右派的样子啊！我还是挺羡慕像马前卒这种。一方面我们活成了我们自己讨厌的样子，一方面呢，我们又觉得你活到40岁了，你还没有变成你讨厌的样子的话呢，又有点可怕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年轻人呢还是要有点梦想。年轻人的梦想就由年轻人去追求哈，这种肮脏腐败的这些事情啊，就由我们这些老年人、这些保守派来把它承担下来哈。好吧，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做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